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台当局在台海问题上可谓是一点也没闲着，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美军除了派出各种型号的军机、军舰在台海活动之外，还将一些神秘的船只部署在台海周边执行特殊任务，这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的消息称，近日有一艘神秘的民用船停靠在了台湾高雄港，随后又从该港口出发进入台海活动。据悉，这艘神秘船只名为大峡谷2号，虽然注册是民用船，但实际上是由美国海军控制的多用途支援舰，而且该船行踪诡异，近2个月来先后停靠在关岛、横须贺、长崎、高雄、台中等多地港口。对此，有军事专家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美军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但是由于美军和台当局都没有过多透露此船的相关活动情况，所以就让这艘曾在3月份参与起调美海军坠毁的 MH-60S 直升机任务的多用途支援舰显得更加神秘。不过我们可以确信一点的就是，该船频繁在台海地区活动，肯定与美台勾连有一点关系。除此之外，台当局最近的一个举动也更加说明了美台军事勾连正在加大力度，甚至有与中国撕破脸的架势。据环球网报道称，台空军的4架 F-16A 战斗机抹掉涂装，于5月25日凌晨时刻从花莲空军基地起飞，最后飞抵美国进行装备升级和相应的军事训练。有消息人士指出，这已经是台军第2批飞往美国接受训练的军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台勾连的小动作已经明显升级，并在军事方面上有了实质性的动作。我们都知道，中国一直都在强调美台之间应该停止任何的军事联系，但现在台当局和美国都已经展开军事训练了，这俨然是想跟中国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选择了火速亮剑，雷霆出击。据央视新闻报道称，近日在闽南某海域，解放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展开了实弹射击演练。此次演练的主要内容为抢滩登陆作战和对模拟敌军堡垒发起集火打击。根据报道画面显示，在完成海上射击之后，我军两栖装甲战车编队随即冲滩上路，并开始寻找有利地形展开火力进攻，同时向模拟敌军阵地发起攻势。据悉，这次演习持续8小时，消耗弹药数千发，而参加演习的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一直被外界视为对台一线部队，是我军的攻台主力。所以军事专家宋忠平认为，这次演习是解放军释放的强烈信号，因为说是演习，但它更像实战，是解放军在用实际行动警告美台必须停止军事勾连，否则我军攻台主力必将发起夺岛攻势，一举完成祖国统一。在美国重返印太的大战略下，一些域外的美国盟友也开始蠢蠢欲动，包括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等国。而在前不久，法国军舰就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展开了联合夺岛演习，而英国也不甘下风，正派航母前往南海。目前，英国已经派遣航母战斗群向印太地区出发，准备进入南海执行自由航行演练任务，共出动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5艘水面舰艇和1艘核潜艇，可以说是下了血本。期间，英国这支舰队还会到90多个港口访问，涉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至少70项战斗演练任务。英国首相约翰逊还在航母启动仪式上表示，英国相信国际海洋法将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友一起维护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向外界展示英国的价值观和军事能力。而英国这次印太之旅也表明，英国军队将正式干预印太局势。而约翰逊说的维护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热炒的话题一样，利用语言陷阱暗示中国是规则破坏者。在之前G7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就说过，不是为了和中国竞争，而是确保中国遵守规则。很显然，他们污蔑中国破坏规则，而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将自己美化为国际秩序的捍卫者，简直虚伪至极。英国如果相信海洋法，遵守国际规则，就该归还迭戈加西亚给毛里求斯，把直布罗陀归还给西班牙。如果美国遵守国际法则，就不要动不动就拿起制裁大棒。然而出人意料的，在英国航母出发前往南海之际，却被俄罗斯先收拾了，让英国国防大臣高喊我们被包围了。据英国每日电邮报报道，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称，俄罗斯舰船在英国附近海域活动增加，并指责这是包围行动，俄罗斯成为英国的敌人和头号威胁。在去年年底，英国首次在爱尔兰海发现了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潜艇，而英国很长时间都没发现他们停留在那里，而俄军方舰机经常出现在国际水域和空域，
并没有侵犯英国边界，英国就已经如临大敌，肆意指责。然而却大肆炫耀自己到南海进行航行自由，如此双标，只准我可以想做的事，你去做就不行。这就是西方的强盗逻辑。英国此行就是以武力炫耀的方式，试图震慑中国，维护欧美国家为核心的海洋霸权，重温日不落帝国梦。都21世纪了，还来炮舰外交这个戏码，而中国早就不吃这一套了。等到了南海，就换成解放军军舰和导弹包围你了。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公布了一组数据，着实引发广泛的讨论，让人再次感慨，果然拳头才是硬道理。为什么普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俄罗斯都没了，还要世界干什么这句话？道理也正是如此。美俄作为世界上的核大国，在拜登上位以后，更是直接延续了双方共同约定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条约本来就是为了约束双方削减核弹头，维护世界和平。但这次美俄双方亮明核家底时，俄硬扛美国的秘密武器曝光，果然拳头才是硬道理。据俄罗斯和美国双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2021年3月1号，俄罗斯目前拥有1456枚核弹头，而美国却只拥有1357枚。所以从核弹头的总数量上来说，俄罗斯的导弹数量却比美国还多，甚至足足比美国多了99枚，直接位列第一。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和俄罗斯叫板时，却也只能躲在幕后操控小弟们上阵的原因。同样，俄罗斯在自身条件完全比不上美国的时候，俄罗斯依然敢和美国直接硬碰硬。这也正是因为俄罗斯有这个秘密武器，才能够如此有底气。当然，俄罗斯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重型轰炸机载弹导弹上只有517枚，而美国同样的导弹数量在651枚，并且在载具上，俄罗斯也比美国少了大约33枚。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美国要比俄罗斯更胜一筹。不过就算这样，俄罗斯也照样敢和美国对抗，这一点在乌克兰冲突中就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最近，俄罗斯还派遣了轰炸机去了叙利亚，甚至有长期驻守的架势，这很明显就是在针对美国。像是德国的铁血宰相皮斯曼说的一句非常精辟的话：真理永远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美国这么多年为什么能够在国际社会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因为军事实力够强，导弹能够直接轰炸全球，让人无法反抗，而俄罗斯也有这个实力。反观中国，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对中国动手，但是挑衅行为一再加剧，对台岛更是明目张胆的伸手，完全不把中国放在眼中，这无疑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对此，中国或许该好好准备了。目前关于中国详细的核弹数量并不为人所知，依然是机密中的机密。但是中国核弹发展时间并不算很长久，所以国际社会猜测大约也就是300到500枚之内。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能够毫不犹豫地插手中国内政，因为中国虽然有能力打击到美国，但是数量却并不足以让美国重视。最后，就像胡锡进所说的，中国扩核势在必行。